在枯萎之前，树叶会用尽最后的力气，燃烧出一种不一样的颜色。秋天的美，大概就是这种关于告别的忧郁。在这个秋天，我来到了多罗米蒂。哇塞，有瀑布哎！带着一点试探，也带着一点对旧日时光的傲慢，我试图用一条艰难的路去开启多罗米蒂的行程，也去重新丈量身体的边界。而山路用最直接的痛感告诉我比想象中更加的脆弱。索拉皮斯湖往返需要6个小时，对于现在的我，这个数字并不轻松，所以我很早就出发了，想用更多的时间去换取一点路程。也正是因为这样，这条传闻中拥挤的步道今天空无一人，没有人催促，也没有人见证我的狼狈，我反而意外地独享了这份难得的宁静。我去，这个。哎呦，可怕！哇！看了。哇！
了，飞上来的无人机啊！才刚刚入秋，大部分的湖面却已经被冰层封存了。我并没有看到那片传说中梦幻的蓝。看到想看到的风景是运气，抵达想到达的目的地是努力。比起看见一片完美的蓝，能完整的走完这段路，就是我此刻最需要的真实。回到停车的地方了，完美闭环，搞定。啊，结冰了。提到多罗米蒂，三峰山是绝对绕不开的坐标。在三峰山完全相同的起点，背着它往反方向走，就是卡迪尼山脉。它因为其锐利和充满攻击性的岩石，这里也通常被称作多罗米蒂的魔界场景。
早晨的云海填平了底部的山谷，一切看起来都很安静，怎么有点直上直下的感觉？随着太阳的升起，步道上的人也开始变得越来越多。虽然没有清晰的指示牌，只要跟着人群的背影，倒也不太会迷路。在网络上看过无数次的经典打卡点，但是照片里没有拍出来的现实是，在镜头外有一条长长的队伍，每一组人都会慢慢地走过悬崖，然后在打卡点停留个5到10分钟。想象一下，你必须在几十个陌生人的注视下，假装四下无人，努力地拍出一张享受孤独的照片，想着被几十双眼睛盯着看，就已经非常的社死。我想了好久，找了一个路人，按了一张快门，就匆匆忙忙地逃离了现场。绝大部分的游客来到打卡点，拍完照就会原路返回。其实只要离开了个位置，往前多走5分钟，山峰的夹角和视觉几乎一模一样，但最大的差别是这里空无一人，没有排队，也没有别人的视线。仅仅5分钟的距离，在这里，我终于找到了今天第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时刻。
三峰山，等着，改天来走你。在甲屋山口是鲁奥劳山，山顶有一座山屋，是多罗米蒂现存的最古老也最具代表性的高山山屋之一。晚上天气不太好，就不上去了。随着云层高度的持续下降，山顶的天气也变得非常的不稳定。最后还是决定终止了原定的攀登计划，临时改了去另外一个原本并没有安排的地方——刀锋山。是塞的。缆车。刀锋山大概是整个多罗米蒂抵达门槛最低的经典地标之一。从西边的奥迪赛伊搭2段缆车，就能直接到达海拔2500米的观景台。Hi, can I have one return ticket, please? Thank you. Here's cool. Oh.
虽然知道到达这里的游客并不会少，但还是比我想象中的人多。有点意外的是，整座山最安静的地方反而是在缆车的出站口，因为大部分的人一下车就会直奔观景台，在下一班缆车到达之前，这里反而会空了下来。你可以坐着安静地喝一杯咖啡，慢慢地看着眼前这条被板块挤压出来的分界线。极高的交通便利性也扩充了这里的地貌功能，从登山、徒步、滑翔伞，到了冬天，整片山坡又会变成一个巨大的滑雪场。从观景台向下有一条几乎没有难度的路，可以一路缓坡慢慢走回奥迪赛伊。只是看着步道上的人群，我突然就没有了那个兴致，于是在山上多待了一会儿，然后去山下的小镇过一个悠闲的下午。如
果说山上的人潮是预料之中，那小镇的热闹倒是有点出乎意料。原本以为会是一个安静的午后，结果整个镇子像是一个集市。后来打听了一下才知道，今天刚好是他们1年1度的丰收节，也是1年之中小镇上最热闹的一天。而我大概就像一个格格不入的旁观者，狂欢还是留给他们吧，我就只负责吃。这也许是我见过最不真实的一次日出。气温逼近零下的清晨，空气中的水汽在低空凝结成细小的冰晶，静静悬浮在地面之上。这就是休斯高原在日出前特有的晨雾。休斯高原是欧洲最大的高山草甸，为了保护这片环境，这里实施了严格的交通管制。每天上午9点到下午5点之间，非特许车辆一律禁止通行。也正因如此，白天的高原显得格外的开阔和安静。
可以在整片草甸之间随意的游走，不需要既定的路线和方向，也不需要明确的目的地，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节奏，走累了就停下来，困了就睡一觉。那种空旷，时间也好像变得没有那么重要，甚至会让人产生一种错觉，仿佛整座山只属于你一个人。下午，我回到一片稍微平坦的地势，准备飞一会儿无人机。才刚起飞不久，就遇到了当地的警察，结果他们只是来和我确认一下无人机的一些资料。这片看似辽阔自由的山区，对于空域的管理却出乎意料的严格。在确认了无人机在意大利的注册码、欧盟认可的飞行执照以及第三方责任保险之后，我终于可以肆意地让它升空了。
哇哦！随着太阳的落下，这就是我在休斯高原的一天。在多罗米蒂的地标里，三峰山的地位从停车场就已经开始了。要把车开上来，你需要提前预定好日期，还有时间，甚至要为一个还没发生的天气先做决定。大多数的人都会选择清晨上山，所以名额很快就会被用完。在旺季，有时候甚至需要提前几个月的预定。停车费也是整个多罗米蒂里面最贵的，小型车辆每12个小时要40欧元。真正的问题是，当时间被提前锁定之后，你其实没有办法再等一个更好的天气，你只能在那一天准时出现在这里。至于山会不会出现，就只能交给运气。就像我来到的这一天，今天的云层真的好低啊，感觉到哇，今天什么形状都看不见，这么多雾，围着山走也蛮危险的。这个雾真的是越来越大了，哇，整个路线都看不见了，现在。哇，我们已经从这边一直走到这里来了，已经走到差不多山的对面了。
在走过大约半个小时平坦的碎石路之后，再接上一小段不算太长的上坡，三峰山的侧面就会突然出现在视野里。那一刻就像是终于看到了某一个一直在等的画面。继续往前大约1个小时，就会走到中段的山屋。这里的视野开阔，可以完整的看到三峰山的正面。这片风景也是你到达这里的奖励。山屋现在是关闭的状态，因为已经过了徒步的季节了，所以应该要到明年才会再营业。我靠！哇！怎么会有2个湖啊？这里？山屋的后方有一段比较陡的路，往上走就可以找到几个洞口，可以拍出不错的构图。拜托一定要穿好一点的鞋子上来，我是真的看到有人是爬着下去的。看一下，是这条路，还是这条路？这条吧，这条。如果时间有限，其实到这里就可以原路返回，但也可以选择继续往前走完一整个环线。太斜了，这个坡也。后半段的路上人明显少了很多，路变得更加的安静，
隐然还能感到一丝的荒凉。哎呦妈呀，这么陡的地方！来到了最后一个转弯，三峰山也慢慢的被地形挡住，再继续往前走，就再也看不到完整的样子了。那个时候感觉到一点都不舍，因为它提醒着我，行程已经接近尾声了。哎，好吧，最后再看一眼，拜拜了。OK， 还有45分钟。哇！停车场到了。离开了三峰山后，我来到了 Cortina， 这里正准备迎接冬奥会，熟悉的五环也出现在这座小镇的各个角落。很快，这里会成为世界的焦点。现在，它是我的旅行结束的地方。傍晚，小镇的街道很是热闹，餐厅是满的，灯光也开始一点一点地亮了起来。有些人刚到，有些人准备离开，也有人刚好路过，来来去去，各有各的方向。就像是身边的人，你不太会知道他们会在什么时候出现，也不太会知道什么时候离开。有时候只是刚好走在同一段路上，过了一个转角，就会各自走往不同的方向。能确定的大概只有当下一起的那段时间。每一次的终点都是下一次的出发，我们在下个地方见。